国最美女警花杀入日本东京，一招神龙摆尾 KO 日本冠军，彻底看呆全场日本观众。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女子拳击大战。刘大哥讲话李太偏，谁说女子不难？本场比赛来自我们中国的最美女警花刘晓爱杀入到了日本东京。没有错，本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就是在日本的东京。好，我们看眼前这个肤白貌美、大长腿、长发飘飘的美女，就是我们中国姑娘李晓爱。好，比赛开始了，我们仔细看一下。一身黑色战袍，非常的帅气，她就是李晓爱。她大学毕业，刚刚还不到2年的时间被评为了这个中国最美的女警花。好，这场比赛她的对手就是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女子拳击冠军铃木花子。我们看这个家伙把自己穿了一身蓝色的衣服，搞得好像是个蓝精灵一样，好漂亮。我们看我们的小爱。比赛开始打得非常的凶，两位选手的年纪都不是很大，都是20岁刚出头。哦，又漂亮！我们看把日本选手打得4脚朝天。我们没有想到李晓爱的拳头会这么重，小姑娘看起来，哦呦，又一次，再一次把对方打翻在地。好，裁判送给了对方一次读秒。可以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看到对方的脸，再看看我们的李晓爱，两个人的无论是实力还是长相都不是一个级别。对方在李晓爱面前就是一个丑八怪要小心，对方非常的灵活，她是日本女子55公斤级别的冠军，所以说实力上来讲还是有的，大赛经验比较丰富。哎呦，我们看日本选手的这个腿法，对方难道是裤裆太紧了吗？我感觉他的腿法根本提不起来好像是这个母猪踢猪蹄子一样，根本提不起来。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了，非常的精彩。我们的中国最美女警花李晓爱，她的表现您觉得怎么样？反正我觉得很出色。在第一回合有2次非常buff的击倒，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真的是长得很漂亮而且这是在没有化妆的情况下长得这么美，肤白貌美、大长腿，这么形容完全不过分。反观日本选手在我们的面前好像就是一个村姑，一个老太太一样。好，比赛来到第2回合，让我们看一下双方这一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好，后手大摆拳，转身边拳，速度很快，但是差了一点。李晓爱的头部摇闪也不错，他的反应速度很快。我们看日本选手一直在打空拳，对着空气使劲儿。这是因为我们李晓爱对于距离上的把控太好了，而且他头部的摇闪速度也很灵敏。好，你看又是一个头部的摇闪。双手抱架拿高，李晓爱的双眼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你看连续的重拳，连眼睛都不带眨，这是一种勇气，这是一种面对日本人的一种坚毅就是一种我要把你打废打死你的这种感觉。我们看日本的铃木花子，明显是有点招架不太住了，而且整个人呢。现在的他只有逃跑和 A 揍。好的，漂亮，又是一顿连击，接腿，这是第2回合的一次击倒，非常的漂亮，接腿后的一个后手迎击打得很准。
观众朋友们，比赛第2回合已经结束了，非常的精彩。双方的这个比赛是每回合2分钟的时间啊，这个感觉过得非常的快。看现场的几盘美女，这穿的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很不错啊，很不错。比赛来到第3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第3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看一下我们的李小爱能否在这一回合呢去KO 对手，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因为他的在前2个回合都是有击倒。这个日本选手看起来很忙，但是不知道对方在忙什么。漂亮！这一拳又把对方打坐在了地上。对方忙忙碌碌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对着空气使劲儿这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距离比赛结束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看一下小爱还有没有这个能够 KO 对方的机会。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切就有可能。什么情况？我的天哪，观众朋友们，神龙摆尾。但是这个神龙摆尾并不是腿法，而是拳法上的神龙摆尾这个专业术语叫做转身边拳。我们看现场的急救人员赶紧上台抢救。我们的最美女警花李小爱这个兵不见血刃的拿下了本场比赛的对局。我们看我们的小爱准备跪下来给对方磕个头上个坟。好，这场比赛我们恭喜我们的中国最美女警花李小爱战胜了这个日本选手，打得非常的精彩。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观众朋友们不见不散。他的出赛是他的主要的攻击武器。中国最强女保镖穿白金铁鞋，苦练10年腿法，2腿踢断外国女拳王8根肋骨，彻底看呆现场裁判。好，各位现在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罗大战。没有错，中国大战罗马尼亚。虽然说这个罗马尼亚的国家并不是很大，但是在拳击界你别说这个国家混得不错。好，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来中国踢馆的家伙，正是眼前这个年仅23岁，长相还挺甜美的罗马尼亚拳击女皇科丽娜。23岁就被称为女皇，可见此人的本领不俗。的确，她年少成名，在13岁时就击败了一个23岁的成年选手，自此一炮成名。好，这次来中国踢馆呢，她已经是拿到了4连胜的战绩。4战4胜，4场 KO， 将4名中国选手打成了重伤，并且向张伟丽下了战书，发起了挑战，并且狂言张伟丽，你一天不接受我的挑战，我就多打废一个中国选手。然而我们都知道张伟丽非常的繁忙，那今天张伟丽的师妹，中国的最强女保镖鄂美蝶霸气出山。那我们看眼前这个姑娘，正是我们的中国最强女保镖鄂美蝶。好，她被称为我们中南海有史以来最强的女保镖，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的全国散打冠军张伟丽的师妹。好，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鄂美蝶呢为了练习她的腿法，那么把200斤的铁鞋始终是穿在脚上，可以说练成了一双力大无穷的铁腿。好，比赛开始了，让我们不要少说。一身红色战袍的便是我们中国最强女保镖鄂美蝶，蓝色裤衩便是科丽娜，来自于罗马尼亚的拳击女皇。好，比赛开始，鄂美蝶的攻势打得非常的凶，漂亮！这一脚直接是踹翻了对方。观众朋友们，鄂美蝶的这个腿法真的是力大无穷。我们看骨头顶膝。比赛开始，鄂美蝶的攻势上打得非常的凶，所以他的侧菜腿是他的主要的攻击武器连续射菜。科丽娜没有做功课，他不知道中国这位鄂美蝶是这个侧菜的高手。好，我们看对方的科丽娜在鄂美蝶的这个重腿面前根本是扛不住，而且鄂美蝶的这个拳同样也是非常的重。总之，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双方在战力水平上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过去科丽娜是欧洲的拳击冠军，战绩相当的辉煌。不过感觉他今年这个有点上来，好像是滑倒。科丽娜继续追。
中国散打运动员特有的这个技巧，一般外国运动员很少使用侧拍。作为张伟丽的师妹，我们看鄂美迪的作战风格呢，和她的这个战术啊，和张伟丽非常的像。哦呦，你看这一拳，又差点打晃对方。张伟丽在打这个综合格斗之前啊，最开始也是打散打。那么鄂美迪的散打技巧跟张伟丽几乎啊，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好，我们看还有1分钟的时间，看一下鄂美迪能否在第一回合 KO 对手。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料之中的。吉米马，讲到吉米马，目前他这个侧踹，二手正拳。那因为这个鄂美迪是散打选手，就在摆拳有时候会打到后面，可以注意看一下。我们看比赛的后半段的鄂美迪几乎打的都是反击啊，让对方呢先出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非常精准且有效的反击。可以说鄂美迪在打法凶狠的同时，他的拳商呢也是非常的高，知道什么时候该打，知道什么时候呢该保存体能。离开了，他距离有点远了，这个意识不用心的意识不太对。但是鄂美迪的侧面的一个传球是非常好。第一局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非常的精彩。中国的最强女保镖大战，罗马尼亚选手科丽娜。那么在下面说到啊，这个鄂美迪穿了200斤的一双铁鞋，足足10年。很多人说鄂美迪这种行为很傻很笨啊，但是观众朋友们，今天我看到了鄂美迪这个腿法的威力啊，的确很厉害。那么给对方的罗马尼亚选手狠狠上了一课啊！对方想挑战张伟丽，但是我们看啊，他现在连张伟丽的师妹啊，他可能都打不过，甚至在第一回合完全是被吊打的一个状态。而且鄂美迪最恐怖的是啊，他虽然说专精腿法，但是他的拳法也是相当的凶猛。好，我们看，哎呦，观众朋友们，哎呦，今天的话可能是天气比较热啊，这个很凉爽，的确是很凉爽。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和这个举牌的宝贝打上一场，我不介意啊，先让他10招。好，观众朋友们，第2回合开始了，请您千万不要错过鄂美迪的精彩比赛。好，我们看一下，好，鄂美迪对于距离上的把控呢还是非常的精准，所以我们中国的全国散打冠军，就连我们中国的散打女皇龚艳丽对这个鄂美迪也是赞不绝口啊！的确，她能够拿到全国冠军啊，的确很厉害了。因为这个散打的发源地呢是我们中国啊，所以说中国的散打高手呢那也是数不清啊，非常之多。鄂美迪很善于这个侧闪加旋转，所以让南方选手没办法晋升。鄂美迪的速度实际上是很快的，应该很好。然后他打完就会旋转，转一个角度。实际上拳击选手也有这种做法，叫一个 pivot 一个旋转的做法，但是在科丽娜的身上并没有。这一回合很明显，对方的科丽娜在进攻上打得非常的凶，而且双方在换拳上也是变多了啊。但是换拳来讲呢，鄂美迪完全不虚对方啊，而且我们的拳呢是不弱于他的啊。对方的这个科丽娜呢，更像是一个纯粹的拳击手啊，打法也比较偏拳击。简单点来说啊，就是比较单一。而鄂美迪的打法呢，就非常的综合性啊，拳法、腿法，包括内围的打击、顶膝，我们通通都有。这个可以应该连续出手，刚才打到一拳以后又接着打下一拳，甚至可以接这个膝撞。用这个镜子直接把南方选手的腿打下来。选手特点啊，那个屁股面对对方，因为想做侧踹。好，那双方在这一回合的进攻上。
何内围上的打击，他不会啊，他并不是说不用，而他不会。然后找了一下，就把他脚丢进来，这样出来对他的膝盖是有蛮大的伤害。所以南方选手不太知道怎么进攻了，对，他不知道接腿摔这个东西。可以说，2名女子拳击手打得这么精彩的比赛啊，除了张伟丽，也只有鄂美蝶了。很少见，的确是很少见。而且2名选手的确，我们有一说一啊，都挺有血性。那么对方的克丽娜在第1回合，据裁判所说啊，已经被踢断了肋骨。对方现在就是挺着肋骨被打断的一个状态来和我们打啊。虽然说对方非常有血性，但这也并不是和我们中国选手叫板、和我们中国选手啊闹事的一个理由。好，最后的1分钟时间，这场比赛鄂美蝶在精神的缠斗上是占据了优势啊。这个重拳啊，对一个身体打击非常的重。南方选手虽然想采取主动，可是因为拳腿完全没有威胁性，防守没有施法，然后腿法也比较少。对，他是拳击冠军，可是没有把威力做出来。对，只要他打不进内围了，他的拳法完全施展不出来，不知道怎么打。他现在一定很生气啊，都不知道怎么接近他，气死他。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是结束了。那不得不说，对方的这个罗马尼亚选手克丽娜真的是很抗揍啊。那么在鄂美蝶的重拳重腿之下，对方竟然没被打倒，没被轰翻啊，的确是挺厉害。那么最终一致判定，鄂美蝶获得了本场比赛最终的胜利，让我们恭喜他。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TKO，TKO，来了！广东16岁咏春拳传人傅涵参赛，重拳 KO 韩国女天才，吓得韩国人赶紧扔出毛巾投降。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世界比武大会走进韩国首尔站的现场。好，我们注意看左边选手穿着灰色小背心的，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广东佛山。
的前手摆拳，漂亮，继续！哇，前手，我微笑就啊，注意看，开局还不到20秒，吴雪松就被老外一拳打翻。此时台下的老外都开始庆祝胜利，然而就在他们以为自己胜券在握时，吴雪松不仅站了起来，而且还加倍偿还，打得老外抱头鼠窜，怀疑人生。这跌宕起伏的剧情，连武僧一龙都看到傻眼。好，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中国的搏击鬼才。年仅23岁就已经名声大噪，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打法风格，而且生涯总战绩19战全胜，从未有过失手。他便是搏击鬼才吴雪松。吴雪松不仅是一个搏击鬼才，同时他也是一个拼命三郎，既有天分又努力。观众朋友们，他不成功谁成功啊？而今天吴雪松的对手也是一个世界级的王者，他就是曾经的 WBC 世界拳王金腰带的拥有者何塞·鲁拉斯。此人身经百战，而且这一次呢是来势汹汹。而且赛前何塞·鲁拉斯也公开表示，天才只是践踏的门槛儿。这场比赛如果一个回合之内打不赢吴雪松，都算他输。好，口气的确不小，但是到底是骡子是马，我们牵出来溜一溜就知道谁真谁假。何塞是一个多栖选手啊，泰拳、MMA都参加啊。是的，所以像这样的选手，他会比较滑头啊。经验也多。对。所以今天对吴雪松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啊。今年是否能顺利的拿到诸神之战的小组出线？对。在整个2016年呢，是吴雪松呢，我觉得是他一个突然爆发的一个年份。吴雪松还是哇，这是一个冷拳，一个后手拳。雪松有点大意了。哇，看来老外赛前吹牛说一个回合之内 KO 我们，好像并不是开玩笑啊，他的确是具备这样的本事。现在开局还不到1分钟，吴雪松惨遭了一次读秒，但是吴雪松毕竟也是一位天才选手，我们并不是软柿子捏的。好，站起来的吴雪松现在很被动，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呢来缓冲来缓解一下自己的眩晕感。但何塞·鲁拉斯会给他这个机会吗？会非常善于这种中远距离的这种奔袭。对，我们看一下雪松到现在也没有特别的着急啊，还是要控制一下。何塞的这个假动作做的还比较不错。对，刚才的一个后手的一个拳法击倒，就是在前手晃了一下。其实我们看这两个选手的臂展都非常的高啊。对，哇，雪松这个时候不能硬进啊。对，何塞很快啊。何塞的非常灵活，而且身体的这个姿势的改变往往能够躲过雪松的非常直接的进攻。对，他的攻击路线比较多。漂亮。漂亮！标志性的前手摆拳，拿回一城。观众朋友们，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大意失荆州啊！这何塞·鲁拉斯满脑子都想着如何去 KO 掉吴雪松，却忽略了吴雪松的重拳有多么的猛。现在两个人1比1打平，各有一次击倒读秒。一回合还有最后50秒钟的时间，我们看吴雪松的是不断的前压，他的脑子里现在也很想要 KO 掉何塞·鲁拉斯。我们看他攻击距离也很长啊，所以这个时候本身何塞的这个就中远距离奔袭就比较突然。对，然后雪松在近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守。对，第一局刚刚进行了2分钟，就双方互有一次读秒啊。雪松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不要跟何塞做这种中远距离的这个动作的互换往返，要拉近距离做这种阵地的打法。好，观众朋友们，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情节的确是跌宕起伏，非常的精彩。赛前这个老外扬言他说一个回合之内 KO 不掉吴雪松，他就弃赛投降就算他输。但是很明显他并不打算投降，他想继续战斗，想把面子找回来。因为在第一回合吴雪松给他吃了一个重重的一拳，没错，就是这一拳。这一拳让何塞·鲁拉斯是颜面尽失，狠狠地打了他的脸。因为赛前何塞·鲁拉斯表示说天才只是践踏的门槛儿，但很明显吴雪松这个天才的确是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威胁。好，随着眼前的美女登场，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好，我们来进入第2局，看看我们在这个双方在技战术上，我估计何塞不会变化他的技战术。是的，因为本身呢，我们看虽然说何塞他是
有过这个 MMA 的这个打法，但是我们看他站架并不像 MMA 选手那样拉得那么开。对，首先要拉进去啊。对，这个何塞这个前后这个左右直拳的这个距离啊，非常的长，中近距，而且他从来不会打这种中近距离的拳法发力，是的，都是放得很长。哇，第二回合的吴雪松呢是越打越猛，越打越有感觉啊，只想打到何塞鲁拉斯的内围，而反观对手却畏畏缩缩，利用起了自己的超强臂展和灵活步伐呀，打起了游击战术。很显然，他对吴雪松的重拳啊已经开始忌惮了，他很害怕吴雪松啊打入到他的内围。对，又是一次，你看又是一次这种，而他是从上往下去压过吴雪松的前手，防守的前手。对。漂亮，击败球！哇，刚刚又是一个前手后手前虚几次啊！哇，前手，我微笑救啊！这我们看还可不可以？哇，观众朋友们，这个何塞鲁拉斯的忌惮是有原因的。吴雪松一旦打到内围，果然真是没他好果子吃啊！又是一个前手，现在需要打准的。哇，这是漂亮球！这个倒地的场面跟雪松 KO 看上罗斯坦的一模一样。好，观众朋友们，精不精彩，好不好看？这场比赛吴雪松的表现，我只能用完美2个字来形容了。虽然说开局并不是很妙啊，开局就惨遭读秒，但是后面的话是扳回了一城又一城，直到拿下比赛胜利。这就是搏击天才啊！不仅实力强劲，还有一颗非常稳的心态，有一颗大心脏。好，恭喜吴雪松！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给我瞄准了打！他是泰国拳坛最硬的男人，扬言打中国人从不防守的佩查差。不过，当他遇到咏春拳第23代弟子魏子钦时，这场比赛会是怎样的结局呢？我太难了。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就是号称泰国有史以来最硬的男人。他的身体硬度据说比波球、比罗唐还要硬，他就是佩查差。上战绩到目前为止85胜26负，他输过赢过，但是观众朋友们，他就是从来没有被 KO 过，也从没被击倒过。他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只要我不躺下睡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把我放倒，就是这么狂。而这一次他就更狂了，因为他听说他今天的对手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小将，他便当众表示，打中国人完全不用防守，防守一下都是孙子。而眼前的这个瘦小伙便是佩查差今晚的对手，来自我们中国的咏春拳第23代传人魏子钦。这个小伙将咏春拳带到了现代搏击擂台，而且目前为止生涯战绩26胜3负。可以说魏子钦这个小伙的出现打了很多瞧不起并且质疑我们中国传统武术不能打的人的脸。好，闲话少说，我们比赛开始。泰国的佩查差刚开局就吃到2拳，但看起来的确是硬度相当不错。这个佩查差呢，他日常的训练也相当变态。别人训练都是打沙包、打沙袋或者打木桩子，而他的训练就是被别人打。没错，站那不动一动不动，让不同的人来打他。为的就是提升自己的抗击打能力，甚至还会用这个粗盐来搓洗自己的身体和皮肤。以提升自己的皮肤硬度。我甚至一度怀疑这个家伙是不是有什么这个受虐倾向。魏子钦相当灵活，连打带闪，让这个佩查差呢是看得见而摸不着。好，顶膝有命中。好，击倒了。第一回合我们看，哇，这一下击倒也打破了佩查差呢以往的一个从未被击倒过的记录。魏子钦明显想要乘胜追击，连续的补刀。哦，这连串连打11拳的。
但泰国最硬的男人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对方这个恢复能力和抗击打能力的确是够变态。在这么一连串的猛攻之下呢，还能站得住。哇，魏子钦的身法和步伐相当的灵活。此时此刻，他就像一个西班牙的斗牛士啊，把这个佩查差呢当成了一头疯牛，当成了一头野牛来斗。好漂亮，又是一个上勾哦，顶膝。佩查差有点上头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他真的是完全不做防守。好，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佩查差现在此时此刻应该是相当的愤怒，因为魏子钦打破了他从未被击倒过的记录。我们注意看，在第一回合，魏子钦的说不防守，还真就不防守。注意看魏子钦，哎呦，皱着眉头，应该是在抱怨着什么？他应该是在说呀，这个家伙怎么这么抗打啊？就像是一个人形的木桩子啊，根本打不坏。在比赛的前2个回合，毋庸置疑，魏子钦已经是顺利拿下。但是接下来还有最后1个回合，比赛还没结束，还没有到最后一刻为止，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好，费特最后1个回合，比赛继续。魏子钦呢，他的身高比对方高了很多啊，居高临下，所以说打得很舒服。我们能够得到对手，而对方啊很难够得到我们。这一回合，佩查差依旧是相当勇猛，依旧是横冲直撞，完全不做防守。如果说是其他选手受伤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裁判早就终止比赛了，但他是佩查差。他的抗击打能力在整个拳击界啊相当出名了，所以说裁判呢也是没有叫停比赛。第3回合最后的1分半。这个伤况太严重了，但是他呢还有体能啊，还在往前冲。所以此时此刻，这个泰国选手佩查差他唯一能赢的途径，那就是 KO 掉魏子钦，因为在分数上双方差的实在是太悬殊了。有可能魏子钦的有效打击数是对方的3倍都不止。即便看不懂拳击、不懂规则的，我相信也能看得出来。好，连续的扫踢，魏子钦开始尝试砍腿了。其实早就该砍腿了，如果砍得早一点，限制对方的移动能力。恐怕这个比赛啊早就结束了。我强烈建议让这个佩查差啊和我们中国的著名少林武僧一龙大师打上一场，2个人对着打啊，谁也别防守，看一下谁更抗揍。我相信这个比赛啊绝对会票房极高啊！好，比赛结束。这场中国咏春拳对战泰拳的对决比赛结果，我相信没什么悬念啊。最终的话没有问题，恭喜魏子钦。但当然，这个瞧不起我们中国武术、瞧不起中国人的佩查差啊，虽然说他很狂，但是他的抗击打能力啊，的确是令人感到敬佩。好，比赛到此结束，咱们下期视频再见。